14.20 以及紧随其后的热补 14.20B 版本上线了海量改动。我将这些内容分成了机制改动、影响既往主流阵容的改动、产生影响的加强、影响不大、无意义的改动或其他，以及改动后的版本陷阱5大板块，确保涵盖所有更新条目的同时，详略地进行分析与评述。1、机制的改动。烹饪大师地图即开局获得一个金铲铲或金锅锅。我知晓的消息是，该城邦中重铸器这个物件不会存在，无法从大百宝袋、修补器法杖等来源获取，包括拿到精致拆卸器时，手里的拆卸也不会变为重铸。潘多拉的装备也被禁用。2、影响既往主流阵容的改动。1、命运之子维鲁斯的数值下调，相较 14.19、14.20B 的4命运之子相关玩法胜率大幅下降。命运枪评级从 T0 降至 T1。2、花仙子阵容的相关数值改动。14.20 的5、7花仙直接入土，评级从 T0 降至 T2。对于花仙子的平衡，我们的观点与往期讨论到它的时候保持一致，将落在上2个版本5花仙中的强度转移到7花仙中来。好消息是 14.20B 的改动中可以发现有朝此方向转变的调整。3、复苏战士相关的改动。复苏格温剑姬核心单卡羁绊技术削弱 14.20B 版本有所回调，复苏格温剑姬由 T0 降至 T1。 4、6狂暴战士的改动。伤害减免的数值削弱幅度高达 25%， 从数据上看 14.19 版本6狂暴战士平均排名约在 3.83， 14.20 版本来到 4.56， 6狂暴战士从 T0 降至 T2。 3、产生影响的加强。1、法师相关阵容的崛起。小法奶妈崛起，评级从 T2 到 T0。 高唤型阵容的加强。高唤型龙强度评级从 T2 来到 T1。过渡卡组和核心卡组羁绊均有不同幅度的加强，有龙族专精或值得等待来个好伙计发诺姆7时，也可以围绕它组建高唤型阵容。重装枪手会的加强。小法带动一众受加强的3费卡骑士，与重装羁绊会的加强相关的重装枪手评级从 T2 来到 T1。金丝猴的加强。4猎手金丝猴从 T2 来到 T1。堡垒滑板鞋的加强。4堡垒3花仙6堡垒游转滑板鞋的玩法从 T2 来到 T1。强化符文的加强。值得等待、硬性承诺、莲花绽放，这些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强化符文可以重新重视起来了。4、影响不大、无意义的改动或其他。第4部分是对那些游戏影响不大、未能达成预期效果的，以及在我的观点里无意义的改动或一些其他的改动，我们就快速过一遍了。需要细看的朋友可以暂停一下。5、改动后产生的版本陷阱。最后一个板块是这次更新后出现的一些版本陷阱，它们曾经或许耀眼一时，但现在可别再上当喽。